Hello， 大家好，我是阳光爸爸。之前有粉丝留言说想看手柄的维修，那今天呢，韩国这边这个客户呢又拿了一件手柄给我，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吧。那这次有点遗憾他给的手柄一共是5块，这5块手柄全都是右边的手柄啊。那我们就一块挨着一块过来看吧。首先看这个无反应的这个手柄吧，因为是1号我给它编个号吧。这个主板拿到手上马上就感觉到有点不对劲了，这个地方翘起来了，翘得很严重。我们先确认一下它的动作吧。那之前我已经准备好了一个滑轨和一块电池，还有一个这个。好了，摁下按钮以后这灯不亮的确有问题。然后呢，测试用的机器有咔的一声，就说明至少是半活着的吧，但是的确是没有任何反应。我们问故障一个个来排除吧。首先我们先确认一下电池这边，电池这个是负极，这个是正极它现在组织完全是开路状态，那肯定有个地方有问题的。那什么地方呢？这个它边上这个是保险电阻，看保险电阻断开了，我们直接测这一边呢，它现在有530的组织出来的。 OK， 那我们发现第一个问题，我们先把这个保险电阻给接上。OK 这边的接线已经搞定了，这边吧。然后呢，我们这个线接好，插上电池，我们来看一下，插入 ，Yes， 现在识别了然后电池现在也有了，我们看看能不能充电。如果能充电，然后能够 WiFi 的话，应该先拔掉吧。拔掉能识别那这个手柄就已经修好了。它的问题就是这个保险丝，很简单。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它插上电源以后，它能不能充电？可以的OK， 那么1号主板就那么简单的修复了。接下来是2号主板，不能充电。OK。能识别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充电的标志很奇怪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情况，看到没有？跳来跳去。我们来看一下，直接给它充电，它的电流是多少吧。OK， 果然没有电流很奇怪否则这个灯会变红它检测到电流的话，这没有丝毫的电流通过，那果然它充电充不进去，怎么办呢？首先我们要测量一下它这个线是不是都导通的了，就这样测测这几只脚，前面2个是接地的，第3只脚709 OK， 第4只脚627 OK， 第5只脚704 OK， 第6只脚708 OK， 第7这个脚接地，第8个脚708 OK， 第9个脚723 OK， 第10个脚705 OK。 好，那么这个线这个端子没有问题，那它还不充电，这就有点难了。到底是哪一块呢？ OK，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首先要换一个东西就是这个。
这个是充电芯片啊。刚才电量有显示的，电量的芯片是在这边。这个芯片其实挺容易坏的，但是刚才这个电量我感觉显示也挺正确的。所以我们先来看这个，把这个芯片给换掉试试看。这个芯片是 TI788，我考虑一下怎么把它吹下来。首先，本来从反面吹会比较好，但是呢，它这边有个 LED， 怎么办？这个胶带是不能要的。从这个方向吹吧，找个什么东西给它遮一下。哎呀，总之是不太妙。只能这样了，反正已经坏了。OK 哦，还好。直接上点焊油就给它焊上去吧。OK。情况不太妙哦，边上两个座子都给我弄坏掉了。2号主板终于焊好了，刚才发生了很多事情哦。我现在把这个座子一个角不是焊的化掉了吗？结果呢，我只好重新给它换个座子。换座子的时候呢，发现可能温度太高了，这个芯片被我不当心推动，结果呢，我只好把这芯片拿下来，重新焊了一遍。最后呢，我又发现这个保险丝又再次断掉了，然后上面焊了个铜丝给它接上。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可以充电了。OK， 然后把这个灯也装上吧。我们先看一下它活不活着。哎，灯亮了OK， 那至少它 CPU 起来了。Yes， 然后呢，我们就这个状态把它插进去。OK 了我们充电了哎，充电停掉了，这是为什么？我们给它插上电源看一下。Yes， 可以了没有问题。然后呢，这个手柄，你各个按钮都是 OK 的，那所以第2块主板，那就这么修好了。那无线也 OK 的。在这个状态下给它直接充电，我们看一下。OK 了变红了，电流是 0.17 安。好了，第2款主板结束，接下来我们看第3块。OK， 第3块主板是不能无线使用，不能使用无线无线功能失灵了。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主板有什么地方被修过吗？好像没有。贴纸拿掉，它算是比较漂亮。哎，这个地方被撕过为什么会撕掉这个？可能是它这个零件被移到其他地方了吧？这个东西我不管。这个地方好像被焊过，有点焊油的痕迹。对，我知道了，这个座子被换过了，所以呢，他为了吹这个座子，把这个按钮拿下来过了。OK， 无线不能用，我推测2个原因，一个呢主控失灵或者是虚焊，还有一个呢晶振偏掉了。所以呢，从简单的开始干了，我先给它换个晶振。当然了，在这之前我们确认一下动作。3号。刚刚它亮了一下，认了呀。来了，我奇怪它不充电有可能是因为
没电了，主机电量很低哦。好，不充电。他没有写这条，他只写了这个无线不能使用，没说它不能充电嘛。灯完全不亮，这个主板的现象和它说明的不一样嘛，不能无线使用。3.7伏。啊，保险也断了，先把保险补一下。OK， 灯亮了啊，看一下。好，再上机试一下。OK， 保险重新接好了，我们插上看一下。充电也 OK 了啊。现在停止充电的原因是因为机身电不足。插上电以后呢？OK 了，然后呢，它的无线不能使用了，我们看一下，线已经拔掉了啊，拔掉以后呢，无线可以使用啊，没有问题了。啊，它的症状它可能写错了吧？那就是没法充电了。看现在无线多好。OK， 那第3块也修好了，我们接下来看第4块。好了，这第4块啊是按键反复输入啊。哇，这边他自己修过哎。先看一下。除了这个按钮，其他地方好像没有修过哦。这个地方有焊油，这里搞不清楚。OK， 我们先接上 Switch， 看看它的状态吧。哦，已经连上了啊，无线也是 OK 的。这个颜色是个动森版的，是块动森版的主机啊。按钮连续输入，什么概念呢？哦，我感觉是按钮接触不好，这个 A 跟这个 B 感觉特别明显。哦，这个 Y 也是噔噔噔噔噔像机关枪一样出去。X 不错 ，X 没什么问题。哦，这个 B 接触很不好。哦，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很简单了。其实很容易看出来啊，它这个膜给它这个膜被它撕过，然后呢下面有氧化，我现在就这么肉眼就能观察出来这个地方，所以呢，它这个故障的原因啊，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个地方按钮下面脏了，这个很容易搞定，我们只要把它撕下来，擦干净贴回去就好了。咦，下面比我想象中的干净，没有氧化，基本上没有发黑吧，至少。OK， 开始擦啊，两边都要擦过。要用力点啊！
这个东西放心啊，擦不坏的。OK， 这里没问题了，我们再看这个按钮。要注意，别让这个棉絮啊沾到它这个胶的地方。好了，我觉得这样把它弄回去就 OK 了。这样吧，我能换个方向，让它这些按钮啊寿命啊中和一下。粘这个时候要注意，这个时候很重要位置。OK， 我觉得这个现在差不多完美。差不多了吧？来，我们试试。你看，药到病除，这其实是个很简单的问题啊，就是这个按钮下面脏了。现在都接触良好，不会连发了。好了，第4块轻松秒杀。接下来我们看第5块了。第5块比较搞笑哎，刚才有一块它写的不能无限使用，那这块呢只能无限使用，哎。那现在啊，它不能识别的话，就肯定不能跟我的机器配对了。那主要查什么方向呢？就是查这个接口有没有接触不好了。那现在肯定我去连接我的 Switch 的话，它肯定不识别。那我现在已经看到一点问题了啊，这个座子这个地方有一条裂痕，这就是应该是这个座子上面的伤，肯定有引脚接触这个问题了。我们连一下就知道了，肯定不识别，咔嚓一下，就是有局部引脚，它现在是 OK 的，但是认不出来，就是这个样子，就是。那这个问题从哪里开始检查呢？很简单，从这个地方看还有哪个引脚没连上就可以了。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只要比较一下组织就可以了。那这边我有我的组织图，大家看一眼。这个吧，好像是这个啊，有兴趣朋友可以抄一下。那我们来一个个量一下。它左边2个脚是接地啊，最左边2个脚。那我们就来看一下。OK， 那我第3只脚呢？第3只脚出问题了啊！第3只脚没有组织啊，开路了。第4只脚625正常，第5只脚682正常，6只脚706正常，第7只脚是接地，第8只脚呢707，第9只脚722，第10只脚710正常。OK。那么我这个排线是好的，那要不就是它电路板上的问题，要不是它这个座子的问题。那既然我已经看到这个座子上有个裂痕的话，我觉得啊，90%以上是这个座子的问题。那我现在就把它换掉。OK， 花了点时间啊，我又牺牲了我的一块料板，给它换了一个漂亮的白色的座子。这个座子本身也是不太好，有点融化，不好意思啊，我也没什么料了已经。然后它这个已经给我拆下来了。我们首先啊量一下第3只脚没有组织嘛，我们把它装回去测一下组织有没有回来。插不进去，麻烦。进去了，比较紧啊，比较紧，紧是好事啊。看一下第3个脚700，组织回来了啊。那后面那几只脚我都看一下啊。都有，可以。好了，我们上机器测试一下，
装块电池。OK， 我们插入手柄。好了，看到没有？出来了。然后呢，这个时候把它拔掉，看看无线能不能连。可以了，那就修好了。好，5块主板轻松秒杀。OK， 今天修了这5块右手柄的主板。那基本上故障出现在什么地方呢？一个是电池后边的这个保险电阻坏掉了，还有呢，这个充电芯片坏掉了，还有呢，还有是什么啊？还有就是按钮下面脏了，接触不良。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座子坏掉了。那基本上它这个电池的保险烧掉，你如果装在那个机器里面的话，它其实挺不容易烧掉的。基本上都是在拆的时候不注意你电池没拔掉，不注意，这个保险就会烧掉，导致短路了。这个是人为故障。然后呢，这个排线座坏掉，当中断一根线，这也是人拆机的时候不注意拆坏掉的。充电芯片损坏呢，倒是个自然故障了。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排线在拆装时候也很容易被人拔坏的，排线座坏掉都是常见的事情。然后右手柄的故障，还有一个最多的故障就是这个阿键。这个阿键那这个客户他自己会修阿键之前阿键当中这3块都修过。另外呢，接触不好，这个键上面用的时间长了以后接触会不好，就按照我这个的刚刚视频里面拆开来擦一下，就可以恢复如初了。手柄嘛，只要自己会维护的话，它就是半永久寿命。拆装的时候要注意就可以了。好了，那么我们本期是右手柄的5块主板的维修就到这里了。那以后有机会的话，我还会出左手柄的维修吧。好了，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